這裡是距離新宿車站只要1個小時車程的美國村。這間真的是社群媒體上公認來這條街必拍照。我看到一個很好笑的東西，川普鴨，这也太好拍了吗？真的很美。Your Japan starts here. Let's go JP.com. 我是乐吃狗日本的Yui，我是乐吃狗日本的七。看到我们後面這個 Blue Seal 就知道我們今天又來到了沖繩。沖繩，好期待哦！沒錯，這裡是距離新宿車站只要1個小時車程的美國村。什麼？這裡是東京？東京也有美國村嗎？對，沒有錯。其實這個就在東京的多摩地區呢，橫田美軍基地旁邊有這樣一區，真的很多美軍跟歐美人在這邊生活的一個地區，所以街道也非常的有歐美的氣氛之外，也有很多好逛這種個性小店，很多餐廳啊也都是這種美式的平房，超酷的。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幫大家挖掘這個非常適合排進東京1日遊行程的福生美國村。出發 ，Go！ 喜歡日本旅遊，愛吃日本美食，想看觀光列車與四季美景，快訂閱我們！記得開小鈴鐺，接收所有通知，才不會錯過新影片。如果大家來到福生美國村要逛街的話呢，其實很推薦可以從這個橫田基地、美軍基地那一頭，然後一直往南邊逛，沿着這個國道16號，兩側都有非常多好逛的小店跟這種美食的店家，都是很美式的風格。真的。对。那但是呢，有一點要特別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們有到橫田基地那邊的話，千萬不要隨便亂拍照。其實那一區是屬於美國的範圍內，所以拍照的話，可能就是日本的警察北北會來找你，所以大家可以遠遠的，就是看一下、拍一下是沒關係，但是絕對不要一直往裡走進去。那也順便跟大家講一下，要來到福生這個美國村的交通方式呢，其實從新宿搭這個中央線的特急就可以直接直達福生車站，或者是如果你沒有搭到特急，你也可以搭到這個立川站之後，你再轉青梅線換過來也是很 OK， 差不多都1個小時到1個半小時就可以抵達。Yui，你知道嗎？那個橫田基地裡面啊，有一個美式的購物商場，1年只開放2天可以進去參觀。是哦，所以是今天嗎？不是很可惜，他們1年呢只有5月的時候會開放2天，可以讓一般的民眾進去參觀跟購買。因為就是這邊都是真的美軍，他們都住在這裡，他們的眷屬也住在這個基地裡面，所以呢，平常就只有他們可以真的去購買那些日用品。它的招牌啊都是英文，不光是它的雜貨、服飾啊，還有一些什麼食品，全部都是美國的牌子，本裡面有就是小美國的這種感覺。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 Google 看一下到底長怎樣。First day of spring, and I just wanna sing. 在這邊其實有一家非常有名的當地的居民很愛來買的早餐店，是賣這個美式紐約bagel，它超級多口味哎，就是多到我不知道要怎麼選。它早上8點就開了，而且它會有早餐的套餐，就是你可以喝咖啡飲料橙汁，然後加1顆 bagel 之外呢，還有一些水煮蛋類的。它要怎麼選呢？好像20種以上的 bagel， 然後有甜的、鹹的。對啊，而且它都是這種紐約美式的非常大顆的 bagel。對啊，我想要吃一個比較日本口味的。其實這家店它是日本的企業，但是它賣的紐約bagel實在在日本太受歡迎了，所以這間分店真的超多人。而且你一走進來就可以看到它的開放式的廚房，然後就在那邊做bagel，超級有氣氛。你看这上面，它好像還有那種很厲害的鹹的這一種啊，真的耶！而且它好像有一些是用福生的培根放進去做 cookie and cream， 感覺超好吃，還是我要吃這個？還有這種真的 bagel cream cheese 的那一種 bagel， 這看起來也很吸引人，怎麼辦？我們已經選擇障礙了。然後買到了，我们刚刚來吃早餐。它這邊呢，1、2樓都有這樣的用餐座位，很讚，可以吹冷氣邊吃。哇，很大一顆呢！我這個口味一看就很美式，然後它是這個 cookie and cream。我的是嚴選小麥粉做的生鮭魚起司。好，我們趕快來吃吃看哦。bagel 咬下去的口感，我覺得濕潤中帶着扎實，吃起來不會很乾。而且重點是它不會很甜，很適合當早餐哎，我很意外。我剛剛這個
一咬下去，煙燻鮭魚的味道。超濃的耶，跟那個 cream cheese 搭在一起，完全就是美式風格凱撒沙拉那種早餐的那種味道，一模一樣。然後我也覺得它是偏比較扎實一點，好像跟日本那種 QQ 的 bagel 不一樣的那個口感完全不一樣。所以剛剛我們進來看到它門口直接擺的那個，不是那種拿麵包的盤子，它是直接擺那種鐵籃。很多日本人就直接這樣進來，就勾了一個鐵籃，然後10個這樣掃那些 bagel。除了它的商品是美式的 bagel 之外，它連結賬的地方都有寫那個匯率，它寫今天美元的匯率什麼的。一進來就有穿梭到，我現在是在美國嗎的那種感覺。感覺他们有些那些匯率是為了要讓這邊的美軍就是大家可以比較好溝通那種感覺，而且店員好像都會有一點點英文。推薦給大家，第一餐先來吃這個紐約 bagel。天哪，昨天還上穿越時空，好可愛，很少女，很好拍之外呢，這裡其實呢是一個 America House， 以前這一區其實住了很多美軍的眷屬，軍方有特別給他們這樣子的平房，就是一戶建，一家人都住在這裡面的感覺。對，然後他們會有一個很寬廣的庭園，然後加一個這樣子的平房，像我們剛剛去外面那個有自由女神像的那個地方，就是它的小庭院。那進來之後，這邊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客廳啊、餐廳、起居室，然後跟当然我們在的這一間應該是餐廳加廚房，很可愛，對，非常的可愛。然後有很多這種很複刻以前美國的一些牌子的零食啊、早餐麥片這一種，非常的美式風格。這些房子其實在1858年左右就是一起建成的，但是到後來呢，差不多到1970年代左右呢，就是漸漸的這些美軍都沒有住在這裡了。之後政府就有開放給就是大家來登記，說誰要來住這些房子。那當時就有很多的藝術家進駐這裡，尋找一些藝術上的靈感。所以這一區真的來，你就會感受到這種美式的潮潮的氛圍。我覺得很適合這樣子邊走邊逛，很酷哎，真的。而且這裡太好拍了嗎？真的很美哎，你这好適合這裡。是哦，我今天也是一個繽紛色。對，你今天也是冰淇淋色，很可愛。那其實這間 America House 呢，完整的保留以前這個年代的生活的一種氛圍嘛，所以它裡面其實也有貼了很多這種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一些歷史啊等等的，所以其實來到這一棟，你就可以從這一棟房屋的一磚一瓦裡面看到這個福生這一區日本跟美軍的這種歷史的融合。所以我真的覺得福生這一區啊，真的不是一個營造出來的觀光區，你真的會覺得它是有一些歷史的底蘊在裡面，都有生活的痕跡。對，逛起來特別的有味道。Do you know I'm looking? 大家一定知道 Blue Seal 就是去沖繩一定要吃的冰淇淋專賣店，在這邊竟然也有分店，而且它的外觀呢就非常的有這種美國的感覺。看到這個超級繽紛的大冰淇淋，就知道我們可以進來大吃特吃一波。而且我們進來其實有嚇到，平日竟然客人有這麼多，而且連這種歐美臉孔的人他們也會來吃，就覺得應該是有認可的一間冰淇淋店哦。那我們趕快來回味一下沖繩的味道。你的已经要融化，趕快吃。你這是什麼口味？這就是我最想念的口味。每次去沖繩呢，我最愛點就是這個紅いも、紅日就是紅地瓜萊姆口味，是大家票選就是復刻的，一定想要它回來的口味的第一名。這麼厲害？對，試試看。好酸甜哦，真的哦，超級適合夏天的。它就是這樣子，可以選這種雙淇淋，然後也有這種雙淇淋加單球的冰淇淋，口感會有一點點不一樣。我點了一個 double 雙層的，然後加上這個 corn， 下面的這個口味是沖繩經典的金杵糕的口味，竟然在這裡吃得到。甜甜鹹甜的，所以不會讓你覺得很膩，然後又加那個餅乾口感。好像我在偷挖你的藍色，這個是什麼啊？
藍色這個好像是夏天的時候熱門的 Blue Wave， 就是海浪的口味。我觉得好好吃哦，有那个弹珠汽水的味道。我挖出哪口？这位小姐，我觉得這裡很推薦給那種沒有去過沖繩，或是剛好來東京，但是想念吃這種沖繩口味，對，就可以來這邊。像我平常住在東京，想吃 Blue Seal 真的會想來這邊哎。真的哎，而且又很近。好吃，对啊，坐車一下就到了。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就能接受最新的日本旅遊影片通知哦。那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國道16號，有一條小巷子，稍微往裡面走一點點的這一棟。外觀就超級美式風格的一棟建築，那它其實呢是有被說是濃縮美國的雜貨天堂，賣一些小玩具啊、美式的雜貨用品之外呢，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它還有一些軍事的衣服，就感覺在其他的地方不太會看到，還有一些像是美國的勳章啊，然後甚至是美國村這邊原創的 T 恤，在這邊都可以買得到，我覺得算是一個挖寶的天堂。那這家 April Tone 呢？因為聽說它的價格也非常的平價，關於美式雜貨店的小物，我覺得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我覺得剛才看一下，它好像價錢比起沖繩美國村還要再更便宜很多，好像比較不觀光客的感覺。而且我剛有看到一個那個黃色小鴨，就是美國人泡澡的時候都會放的那種，就覺得好親切，真的好可愛哦。對，而且它也是七彩的。對，然後它整個建築其實就是很美式的平房，然後去改造的，我真的覺得很適合來這邊可以逛一逛。像刚剛講到這邊有很多這種軍人背的，有點美軍的包包。對。然後重點是更厲害的是，你還可以搭配這個貼在包包上的胸針，像這個是自衛隊的自衛隊的，好可愛，超級多。對，然後這個還有 NASA 的國旗章啊，然後階級章、臂章這樣。快點找一個高級的貼下去。對，很多，還有這種比較可愛的，我覺得這邊小物真的太好挖寶了，很平價哎，它一個才550日幣，對，一個大概就是100塊台幣左右。士林夜市那一區的一些古着店比這個真的是蠻划算的，而且樣式又很特別，很適合來日本挖寶。刚刚一進來就看到這邊有一堆很像這種出清的黑膠唱片，有日本以前的歌手可以來這邊挖一些以前年代的歌曲回去播。哇，你看這個才500日幣而已，這拿回去就算當裝飾都覺得你變得非常有 sense， 你覺得很高級，就可以這樣子擺在牆上。對對對，還有這種很 B 級的玩具。這漢堡嗎？漢堡捏捏嗎？舒壓哎，剛剛說的就是這個，你要講泡澡的小鴨，然後是美國版的泡澡小鴨。這個太有態度了啦，好好笑哦。哪個有比怎麼好美式哦，好喜歡哦。然後這邊呢還有很多這種衣服，川普衣，太好笑了，好多哦，逛不完。很好逛耶，美國的熊熊。那剛剛說的一些福森的紀念 T 恤，真的耶，橫田空軍基地杯，1500塊而已，好像可以拜哦，超級划算，而且是大人氣耶，這感覺氣要買一下嗎？這好大哦，這乾杯好爽。對，我要買這個啦，好可愛呀，這個很好大哎，好可愛呀。而且它上面是寫福森park，真的耶，是福森的。大家說到美國會想到什麼？警察跟甜甜圈吧？你看這個，好可愛哦，這是杯墊哎，真的哎，超級可愛的。我看到一個很好笑的東西，請說。川普鴨，這個我想買了。
可愛。好，那我要買這個了。你看他的手，超好笑。細節，細節，真的是細節。我要哪一只？有好多只川普哦。对，我不知道要哪一只。你要挑脸呢？对啊，我要挑脸。这个也要挑脸。哪一只的臉比較好看？根本看不出來吧？都長一樣啊。我們現在進來的這家呢，是叫做 Mint Motel 的一間咖啡廳。那它其實呢，它是在地很有名的一間叫做 Big Mama 的一個古董雜貨店的老闆娘，她開的一間咖啡廳。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的裝潢風格呢？是因為老闆娘常常在美國採買一些古董家具的時候啊，她就很常入住 Motel， 所以呢，她就把她看到 Motel 的那種印象的那種感覺，全部搬來這間咖啡廳裡面。所以不光是它的家具陳設啊，還有甚至連鬆餅機，它是從美國直接搬過來的。所以我們今天呢點的就是鬆餅，然後還有這個杯子蛋糕也是他們家很有名的。然後我覺得有點可惜，是因為其實他們家的鬆餅機是可以自己做的，就是它按下去之後呢，它就會跑出那個鬆餅出來，然後很療癒，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在上面加一些東西。但他說今天鬆餅機壞掉了，所以我們只能請店員直接幫我們做，但還是很有美式的那個風格跟氣氛，好可愛耶！哎，真的是星星耶，然后这种很美式复古感觉的櫻桃。我們點了一個這個最近很紅的Mint巧克力啊那達，是不是很想打我？啊，那口感。它的粉，我覺得是美式的那一種麵粉，比較不像是日式的鬆餅粉，我覺得吃起來比較扎實一點，其實有點偏乾。是哦，那趕快喝一下。對，有點乾。乾杯！哇，我的那個mint豆的味道蠻濃的，打得很濃哎，有點那種吸不起來的那種感覺。這真的就是美式的shake，就是會長這樣。香草冰淇淋加在裡面的感覺，我自己覺得口味也很美式。再來吃吃看它很有名的杯子蛋糕，然後他們家好像也會有時候會因應那個不同的節慶做出不一樣造型的杯子蛋糕，而且它還有宅配哦。等一下，它那麼可愛，我要從哪邊開始咬啊？只能是頭了吧。好，那我就來嘍。1、2，不要 ！Oh my god！ 你怎麼你整個把它的臉都吃不見？一口。哦，裡面有蛋耶！草莓醬，它的杯子蛋糕吃起來是顆粒比較明顯的那一種，不是那種很細緻的海綿蛋糕。它是比較鬆，感覺是用美式的麵粉去做。如果這兩個比起來的話，我會推杯子蛋糕哎。杯子蛋糕蠻有特色的，這間真的是社群媒體上公認來這條街必拍照，然後必吃下午茶的一個打卡點。所以我覺得，如果在這邊逛一些雜貨啊類的話，是可以點一個像這樣 milkshake 啊，然後鬆餅，坐在這邊休息一下，然後拍漂亮的照片，我覺得還不錯，推薦給大家。好，現在逛到這一家呢，來到一個叫做夕陽的 T 恤子。這一間店呢，其實就是古着專賣店，但都是美式這種復古丹寧風的啊，或者是軍裝啊，非常的多，是一間很好挖寶的店。而且它的店面的範圍非常的大，而且從外面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看起來很有個性的一些衣服，這種應該是很難在市區找到的，而且聽說價格也不貴。那我們就馬上進去來逛逛看。題外話，這邊的店因為店面都很大，很多都有附停車位，像美式的那種店家都是这樣的。一進來就看到超多顏色的 Vans， 這都是美國代表。對啊，是我在沖繩看到很多人都很愛穿這一種，有一點編織風，然後度假風的這種小襯衫，很古着哎，我瞬間覺得自己潮起來了。看一下價錢，好好奇。一件是9680，算是1000多台幣，我覺得沒有台灣的一些店家那麼貴。還可以，還可以，而且這邊貨量非常的充足。真的耶！才是我們的風格，你看，好可愛！這是你的衣服哎！這邊是我的衣櫃。這
我適合這種嗎？看一下哦。我觉得你变壞了，什麼意思？这是好還是不好？就看你有沒有想要走 bad girl 風格。而且皮帶啊，皮帶这種美式復古皮帶超有個性。看，假如我今天這一套配一個這樣子的，很可以。你瞬間缺一條皮帶。我也觉得，我今天早上出門就在想說，好像要來這邊用一個皮帶哦。真的耶，這條好看。這裡好逛哦，太好逛了。很多包包哎，而且我發现它是有一些牌子的，好可愛哦！皮革看起來材質很好，好可愛哦！哎，我覺得你還蠻適合的。怎麼可能？真的嗎？真的啊，只是就是穿起来就是也是变壞了這樣。福山的，哎，這個好像比剛剛那件我喜歡哎，這個好更喜歡一點。設計很可愛。這多少錢？讓我看一下，5200。哦，5200，好像還可以耶。可是很好看耶。別的花色的。辛苦了，哇，好爽哦！我的是那個店員說限定的啤酒，那我这個是紅星媽樂的蘇打水，我覺得超好喝，店員大推，然後我直接點，很清爽，真的。哎，我這個雖然是啤酒，可是我覺得是麥味比較不濃，就是比較清爽的那一種啤酒，比較順的。對，女生喝應該會覺得沒什麼負擔，好喝。店員好貼心哦，還送你一支鴨鴨哎。沒有，這是我自己亂入的。我的川普家。那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間店呢，其實是復刻這個50、60年代的美國的這種漢堡餐廳的一個店。那它其實也是有賣一些酒類，有點像酒吧這種超級有氛圍，很像在美國電影裡面才會看到的。我覺得它那個晚上投影幕拉開，直接變足球吧那一種，很爽耶。其實這邊有很多的那種日本藝人也會來這邊拍 MV。這一間店真的裝潢太有氛圍。而且它的漢堡也是非常的本格的，真的哇！那氣點的這個是什麼？我一直聞到一種濃厚的味道。剛剛店員一端上來，我就被它的味道給震懾了。它其實是藍紋起司，然後中間是夾牛肉的。那低脂了耶！它牛肉很多汁之外，我覺得那藍紋乳酪啊，它是聞起來味道有一點點嚇人。可是吃起來不會，吃起來就是很幫那個牛肉襯那個香氣，很加分哎。我再來吃我這個叫做 Crazy 漢堡，你看起來就很 crazy，真的，它超多層肉的，好 heavy 哦。炸雞，然後2片的這種厚的煎火腿、脆火腿，然後再加牛肉，然後再加 cheese， 再加醬。我要這麼咬，怎麼咬？請問，我覺得這個又是一個沒辦法跟就是男朋友或者情人來約會的地方，所以我們兩個才會在這邊。你只差最上面那一層皮沒有。覺得它這個漢堡醬好好吃哦，它是凱撒醬的，每一層的肉啊，然後它就我覺得都是很多汁的，然後一口下去真的好美式，好賣哦。其實這一家餐廳。它不止這一個 crazy 漢堡，它有一個更 crazy 的40公分高的，超出熒幕的那種。對，他說2到3人份的。想要挑戰這個漢堡，還有享受這個美式氛圍的人的話，只要從我們剛剛那一間 Mint Hotel 繼續往下走5到6分鐘，就會來到這一家 Demode Diner 的這一間店。大家一定要來挑戰，有挑戰成功的人下面留言寄給我們。其實呢，我們在回車站之前，這邊會經過一條以前的這個美國大軍的歡樂街，就在車站附近。是紅燈區的意思嗎？對，但是它大概短短的200到300公尺，非常密集的，兩邊都是很多的店家。但現在其實很多店都已經改建成這種比較有異國氛圍的這種酒吧或者是異國料理餐廳，大家可以來這邊覓食看看，但是也要小心不要走錯店。好，那我們
們這個東京的福生美國村的行程結束了，真的是沒有想到在東京都內竟然有這樣子這麼充滿美式氛圍，而且是有點復古50年代的美式的這種氛圍的景點。我覺得我好像要出國一趟，然後又回來日本。真的哎，去一次日本就可以有去出2次國的感觉。真的。然后刚刚我們去的那個美國屋啊，那邊的工作人員還跟我們分享說，如果你們喜歡這種美式氛圍的話，也很建議在聖誕節或是萬聖節的時候來。感覺就很漂亮，因為美國人就是聖誕節會很盛大那些燈飾啊什麼的，很會裝飾，然後地上會有很多南瓜之類的。對，但是我覺得這次也有很多的遺珠之憾，因為這個地方太多很好逛的店了，但是他們很多店店裡面都會貼那個就是禁止攝影，所以就沒辦法拍給大家看。但是我覺得真的那一些店裡面的內裝都是會嚇到的那一種厲害，就是我覺得完全不輸東京的那些高原寺啊，或者是下北澤那些地方。他們選品真的很有獨特的品味，真的，我覺得不管是潮人還是喜歡這種日本歷史文化的人，都很推薦可以來。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長，我作為新人歌手出道啦，現在已經發布了 Sushi Party、Osaka Explorer、Timeless Kyoto 3首歌曲，接下來也會繼續制作更多日本47都道府縣的歌曲。想看更多精彩 MV， 接收更多日本旅遊資訊，請訂閱吉田社長 Japan TV， 多多支持我們哦。好，那大家還想要看我們去挖掘什麼更寶藏的景點？你還知道什麼厲害的景點想要讓我們去的？歡迎在下面留言。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請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下次見，拜拜。